俄乌战争，俄罗斯方面又称特别军事行动，是21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地区性武装冲突。该冲突最早在2014年便已开始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一场持久混合战争。而在2022年前，该冲突一直维持着低烈度战争的水平，直到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导致冲突发生重大升级，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战争的性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就通过侦察卫星发现了俄军的异常调动。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拜登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有足够可靠的消息证实俄罗斯很快会入侵乌克兰，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们，时间就在2月15日。消息一出，记者如潮水般赶往莫斯科，询问战争是否会爆发。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同样的，乌克兰方面也接到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但乌高层却对此分歧很大。悲观者认为俄罗斯的入侵可能即将到了，但乐观者却对此不以为意。他们声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概率几乎为0，因此乌克兰只动员了少部分军队，用以应对俄罗斯可能的进攻。直升机部队在哪里？我们需要火力支援，后续的援军什么时候才能到？我需要一个准确的时间。俄罗斯第31近卫空中突击旅的伞兵指挥官对着无线电愤怒地咆哮，而他手下的士兵正顽强地反击着。乌克兰军队的不断持续进攻，就在几个小时前，俄罗斯军队是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开始突然大批进入乌克兰领土。当战争开始，双方军事差距堪称天壤之别。俄罗斯方面拥有现役部队101万人，坦克13000辆，装甲车和战车27000辆，战机1531架，武装直升机538架。而乌克兰方面则拥有现役部队25万人，坦克2400辆，装甲车和战车11000辆，战机67架，武装直升机34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乌克兰军队几乎不可能挡住俄军的闪电攻势，并且纷纷劝说泽连斯基应该立刻离开基辅，以免被俄军生擒。但战争似乎和所有人都开了一个玩笑，乌克兰人顽强的抵抗意志和俄军糟糕的战前准备以及错乱的指挥系统，使战争初期的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俄军声势浩大的基辅闪击战变成了基辅大溃败，也让各国坚信俄罗斯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吞并乌克兰。于是各国的军事援助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满载着坦克和弹药的火车一辆一辆地从欧洲运往乌克兰。这些军援对战场形势的影响几乎是立竿见影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完全改变了战争面貌。俄乌战争爆发初期，俄军从北、东、东南3个方向对乌克兰实施突击，迅速向基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赫尔松等地推进，通过夺取关键城市切断前线乌军补给，实现对乌军的战略包围。但很快，俄军的计划就被一款名为 TB2 的无人机给打破了。巴伊拉克塔尔 TB2 是土耳其生产的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最大作战范围300公里。乌克兰在2019年时从土耳其采购了30架。TB2 无人机的出现严重威胁了俄军的后勤补给线，导致俄军的基辅攻势进展缓慢。但由于没能实现攻占基辅的速胜目标，俄军计划的北部攻势宣布破产。随后，美国对乌提供了标枪导弹、毒刺导弹以及其他防空武器、无人机、激光制导火箭、反炮兵雷达等装备，也陆续抵达了乌克兰境内，使乌克兰赢得了基辅之战。美国总统拜登宣称，基辅之战是用美国盟友和伙伴前所未有的援助赢得的。美国的军援使俄罗斯未能取得制空权，并迫使俄军开始收缩战线。美国和盟友的军援助力，乌军夺回了部分领土。22年4月到11月，
俄乌转入了对乌东部、南部的争夺，战斗逐渐演变成了一场以火炮为主导的消耗战。2022年5月，在国会通过了400亿美元的对乌补充拨款法案后，美国对乌军援是急剧增加。美国提供的火炮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俄军的火炮优势。乌军通过海马斯火箭炮等武器系统对俄指挥后勤系统进行精确打击，迫使俄军将其弹药库设置在离前线更远的地方，转而使用更小分散的弹药库，降低了俄军弹药供应能力。在欧洲各国的大量援助抵达后，乌军还攻击了赫尔松附近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削弱了俄军的后勤补给能力。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乌援助主要是安全援助，即主要在防扩散方面提供资金，确保乌核设施安全。但对乌安全援助数额少，在美国对外安全援助总额的比重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对乌援助转向以军事援助为主。然而，美元呢对乌十分重要，占其所获得的外国军援的90%了。2014到2021年，美国对乌军事援助共计28亿美元。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克兰成为头号受援国。22年1月24号到24年1月15号，美国承诺对乌援助743亿美元，其中人道主义援助16亿美元，仅占2%；财政援助264亿，占36%；军事援助463亿美元，占62%。美国对乌军援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总统特别拨款权，指总统提取国防部武器库存和装备，直接对乌提供军援，这是美国提供军援的最快渠道。总统特别拨款的额度每年呢通常不超过1亿美元。俄乌战争爆发后，骤然突破了100亿。美国国会授权总统2022财年可提取110亿美元的武器和装备，23财年可以提取145亿。其次呢是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这是美国在2016年设立的专项资金，用于为乌军采购军备和武器，提供培训、服务、情报支持等。本轮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全面升级了对乌军援，涵盖防空、火力支援、地面机动、飞机和无人机系统、反装甲和小武器、海上作战等领域，提供卫星通信和图像、电子战、防核生化武器、夜视及热成像、医疗救护、训练和设备维护等全域支持。美国对乌几乎倾囊相助，以一己之力支撑乌军军事行动。截至2025年，在防空和无人机方面，美国军援包括了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2套鱼叉暗防系统及反舰导弹、12套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2000多枚毒刺防空导弹，还提供了霍克防空系统、复仇者防空系统、21套空中监视雷达、20架米17直升机、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凤凰幽灵和弹簧刀等9种无人机系统。在陆上行动方面，美国军援包括了40余套海马斯火箭炮、100余套反炮兵雷达、31辆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45辆 T72B 坦克、300余辆布雷德利步战车、400多辆 M113 装甲运兵车、250辆 M117 装甲车、5000余辆作战及后勤保障车辆。除了美国以及其他北约成员国外，还包括欧洲以及亚洲、非洲和美洲国家，比如奥地利、爱尔兰、波黑、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以色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肯尼亚、哥伦比亚等。2022年9月，乌军在顿巴斯地区赫尔松等地牵制了俄军，进而在北部哈尔科夫地区对防备薄弱的俄军发起了攻击，夺回了乌东北部、南部主要城市的控制权。此外，乌军还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击沉了俄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迫使俄黑海舰队不得不在距离乌海岸线更远的地区活动，减轻了乌南部沿海地区的安全压力。23年6月，乌军再次发起反攻，但这次进展呢，比上次缓慢不少。除了乌军在较长的战线分散进攻，俄军构筑了严密的防御工事和雷区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乌军没能获得足够的装甲防护能力。西方各国最先交付乌方的主战坦克都是退役或即将退役的装备，
不仅数量低，训练维护时间长，拖慢了这些坦克投入战斗的时间，导致乌军的进攻节奏一再被拖延。2023年9月，第一批美国的艾布拉姆斯坦克才运抵乌克兰，同时美国及盟友也提供了具有不同特性和作战要求的多种战车。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指出，美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坦克的延迟交付，使得俄军得以重新集结和组织防御。美国对乌军援一度停止，使乌军遭遇溃败。23年10月以来，美国内围绕着乌克兰危机的辩论持续升温，众议院搁置了涉乌拨款法案，导致美国对乌军援断供了。俄军利用美国军援尚未到达的窗口期，发起了不计代价的猛烈进攻，逐步在顿巴斯前线取得了突破。2024年2月，乌军被迫撤出了战略要地阿夫迪耶夫卡，拜登将其归咎为国会的不作为，称由于美元的供应减少，乌军不得不定量配给弹药，导致俄数月来首次取得显著斩获。在美国对乌军援停滞的情况下，欧洲决定扛起大梁，对乌克兰撑腰打气。从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到24年7月，欧盟和欧洲国家对乌援助总额为1170亿美元，其中军事援助420亿。但是欧洲各国的军工产能不足以支撑乌军高强度的作战，只有美国有巨量的武器库存以及强大的军备生产能力，部分欧洲国家对乌提供军援也是采购的美国装备。2024年以来，欧洲国家政要接踵访美，游说美国国会放行对乌军援。泽连斯基及美国军政要人不断拉响警报。24年3月，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乌克兰得不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其军队将不得不小步撤退。驻欧美军司令卡沃利表示，如果没有美元，乌军可能会输掉战争，这并不符合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没有人希望看到乌克兰落入到俄罗斯手中。当然，军援不是影响战局走向的唯一因素，在不实施全面的军事和工业动员情况下，美国只能为乌克兰长期作战提供有限支持，而无法提供足以使其产生军事优势的援助。美国对援乌目标设限，不寻求北约与俄开战，这迫使得美国的军援对战局影响有限。美国目前仍然坚持不派兵参战，不设置禁飞区，不直接向乌提供 F-16 战机，经过反复权衡后，才提供了少量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等武器。2024年5月，俄乌双方围绕着哈尔科夫的战斗激烈，俄军攻克了哈尔科夫周围的一些村庄，美国允许乌军使用美元武器越境打击，但强调仅限于对哈尔科夫解围，对乌军使用美军装备仍然是加以限制。随着俄乌双方消耗战持续，北约成员国已经开始考虑是否直接出兵。目前欧洲各国更倾向于出兵干预，但究竟会出多少，各国又如何出兵，仍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对此，大家觉得欧洲联军会不会进入乌克兰呢？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